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到一位晚清重臣，这个人的名字叫曾国藩。可能很多朋友在这几年的书摊上，经常能发现呢有关曾国藩的著作以及研究他的一些专著。似乎曾国藩呢，在没有得到官方的广泛认可的时候呢，在民间拥有大量的研究者和崇拜者。那么有不少朋友呢，好像在我们的历史课本或者其他的书籍里呢，也总能看到对曾国藩屠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以及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候表现出来的卖国行为痛恨无比。那么因此对曾国藩呢，怀有着很大程度的成见。那么有一点呢，跟大家厘清，就是由于一些意识形态影响的原因，不同时期政治形势的需要，说实在的，我们大量出版的书籍里面对历史人物的这种评价并不客观。如果我们打开真实的历史画卷，你就会发现，往往真实历史并不是那样。曾国藩虽然说他为清王朝服务，他肯定有他的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但是曾国藩本人在治家、修身、治国、治世、治政、治军等多个方面都表现出了一代知识成人的卓越才能。有那么一副对联说曾国藩，我认为评价是比较到位的，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这是上联。下联是为师、为相、为将一完人。当然你听这一完人说有点过誉了，可是确实曾国藩在各个领域之内的建树称得上晚清第一能臣。既然对曾国藩的评价有如此大的不同，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曾国藩这一生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咱们说曾国藩，他从做官上来讲，这绝对是个清官。曾国藩有个外号叫一品宰相，什么意思？不是说他官居一品而是曾国藩每次吃饭只吃一道菜，就我们说一品一道菜，他绝不因为自己位居高官有后路就奢侈浪费。甚至他当两江总督的时候，他家里的人还在湖南双峰县的农村老家待着，然后家里头这些妇女呢，每天天不亮起来点着煤油灯在那纺线，维持乡居的这种生活。就是曾国藩一生在这上是非常清洁廉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曾国藩对大清来说忠心耿耿，他是属于那种呢要把儒家思想在乱世当中贯彻到底的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在现实实践层面呢，他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有什么太大的超越自身这个能力的或者超越自身理想的这样的行为出现。第二个呢是呢，自己时刻要注意，官当的越大，越意味着你暴露弱点的机会越多，越意味着你遇到的挑战越大，稍有不慎身败名裂。所以曾国藩无论怎么升官，他都始终如履薄冰，非常谨慎，不敢稍有懈怠。所以你看后来晚清政治斗争那么激烈，曾国藩始终不倒，不是他多会溜须拍马，不是他多么圆滑，而是曾国藩本身持身极正，别人想挑他毛病很难挑出来。而且曾国藩呢，他具备很强的这种政治智慧。有人说他是谋略大师，其实不是，他只是在那种乱世背景之下如何发挥自己处世的智慧而已，绝对不是那种阴谋家。因为任何阴谋家，我们发现很难像曾国藩这样把持朝政那么长时间，而且一般阴谋家把持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面临着败露的可能，他就可能对原来的统治者决裂是造反。而曾国藩一生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有着特别过人的长。而且我们看曾国藩在教育家庭子女，在维持家庭和睦，保持官场这种团结各个方面，曾国藩都做了一些了不起的建树。咱们说实在的，后世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像梁启超，再包括我们的领袖人物毛泽东，他们都对曾国藩的思想非常重视，并加以深入的研究。从这一点来讲呢，曾国藩呢是不被我们现在官方认可，却是在官民之间呢享有极高声誉的这样一位晚清重臣。那么曾国藩到底有何过人长处？
其实啊，曾国藩的起家靠什么？可以说是太平天国成全了。曾国藩本来呢考上了进士，在这个京城里当官，开始是不是太有名气？1852年呢，曾国藩呢回家回老家，这叫京幽，说他母亲呢过世了，他回去守孝53年啊，3927个月。可是这个时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皇上就信任曾国藩，曾国藩在老家就组织了团练，就说白了他的湘军。可是，一开始跟太平军交手，像失了败仗，曾国藩甚至都想到要投江，因为他确实还有这个虚荣心，觉得承受不起这种失败。那后来下决心一干到底的时候，这是起关键作用的是他爸爸给他写信，说你这个呀，应该公而忘私，博而忘家。你个人的荣辱算什么呀？这时候应该为了国家出头。所以曾国藩当时抬着棺材上战场，不行我就死在战场。朝廷一看这个人确实真了不起，后来曾国藩也果然靠自己的力量和幕僚啊李鸿章这些人的合力，快就专科讲对。那么我们的教科书呢，以往呢是高度的赞扬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是正义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曾国藩你剿灭农民起义，你就是曾剃头，你就是这个卖国贼，你就是汉奸，你就是刽子手。其实这种看法我们今天与时俱进，发生了很大变化。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不假，他真的是为了社会，为了老百姓服侍。太平天国里边不是人的人，不是东西的人有的是，包括天王洪秀全，到后来争权夺利。说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斗位之花，我认为更加是无稽之谈。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是社会激烈痉挛的象征，都是这个社会糟透了才有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的作用是什么呢？推翻了一个暴政，但是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暴政，始终是这么兴替。李自成进了北京，他也要当皇帝。李自成本身也和那些皇帝是一模一样，不具备任何的正理性。就是农民起义本身是用暴力来推翻暴力，用暴政来取代暴政，还没有什么先进性可言。我过去说，我小时候背神农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农民到皇帝，没有阶级上的区分，没有思想上的对立。农民也想当皇帝，地主是发了财的农民，皇上是进了宫的地主。他远不像我们近代有了无产阶级思想了，有了马列主义思想，整个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上古代的农民起义是一个暴政推翻另一个暴政，不具备什么正义性，而且人类历史真正的发展都是靠和平时期这种生产和科技研究，哪有靠农民起义推动的？所以过去那种我认为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历史思维，可以说影响了对曾国藩的评价。那么当然这个事情上呢，我们见仁见智，大家各有各的看法，咱们不做过多纠缠。我们说曾国藩他真正的权倾朝野的时候是慈禧太后上台，当时呢两宫太后跟这个鬼子肉恭亲王一心，把这个肃顺端方顾命八大臣拿下。在同治帝上台，他们垂帘听政不到12天的时候，慈禧就下令要曾国藩呢统管江苏、浙江、安徽江西4个省，所有这4省巡抚以下的都归曾国藩管。曾国藩这时候权倾朝野，可是这事儿呢，曾国藩没有乐在线，反而是非常努力谨慎的对待这个事情。他和他弟弟曾国荃后来合围南京，把这个洪秀全、太平天国就彻底推翻。但是这个时候曾国藩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挫折，因为曾国藩当时拥有中国当时最大的军事力量，比朝廷军队强大多了。你想打败太平天国，他们这个功劳也大，而且能力也大大。这个时候清朝很多的大臣纷纷向皇上参拜，说曾国藩伟大不掉，都到这个程度你控制不住他了。这个清廷的猜忌这是很正常的，曾国藩也能理解，可是同时清廷别的做法曾国藩很难接受。这时候清军在长江中下游派遣了大量军队，那就不是为对付太平军了，就是要对付你曾国藩，怕你造反。所以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委屈扑面而来，曾国藩对清廷，所以有这么一天，曾国藩呢
审问忠王李秀成，这是洪秀全的残部。审问他回来之后，自己帐下30多名将士集体逼宫，就跟曾国藩说：“咱们得造反了，皇上这么对咱们，说以咱们的力量打到北京去，把皇上推翻玩似的，怕他干什么呀？”这些其实是就跟陈桥兵变似的，要黄袍加身推曾国藩当皇的。其实当时曾国藩的力量非常强大，可是曾国藩自身忠于朝廷的心思一点都没改变，毅然决然的否决了大家意见，很多人都非常不理解。据说呢，忠王李秀成啊，这时候还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我愿意投降，但是有条件，要不这样我就死啊！我愿意投，什么条件呢？我能搜罗30万太平天国旧部，跟你一块造反，只要你把满清给撵出去就行。这说实在的，对于一个想建功立业的人，多大的诱惑！但是曾国藩丝毫不曾动摇。曾国藩这时候有3种打法：第一种是反了，我跟你干；第二种呢，维持现状，我看你朝廷能把我怎么地；第3种呢，迎合朝廷需要，裁军。就像当年吴三桂要削藩的时候，朝廷让他减兵，他不干吗？后来造反了吗？那么这个时候，曾国藩主动的把自己的湘军裁撤掉一大半，都回家吧，甚至把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九弟曾国荃让他回家待着去了。所以这一下朝廷没得说，说曾国藩确实是忠心耿耿。所以曾国藩在面临人生最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他凭借着自己坚定的这种理想主义度过了这个难关。我们很难说曾国藩这种举动是对是错，假如他真要造反了，很可能历史重写了，曾国藩没准是以皇帝开国这样的名义流芳百世，很难讲。但曾国藩这个时候拥有这么大势力和条件的时候，他没有去谋反，所以说明曾国藩在忠义2个字上他是可以立的功。好赖皇上对曾国藩来说呢是非常信任的，而且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幕僚，对曾国藩这个老师非常敬重，在处处利益方面他是维护曾国藩的，因为他承认曾国藩是自己一生的老师。所以我说李鸿章他也不是吃素的人，权谋之术也很厉害，他想一生忠心耿耿的佩服自己老师曾国藩，曾国藩是必有出色的人格魅力，能让他这样。当然曾国藩在政治上最后失势，以致自己觉得哎呀没什么意思了，也该隐退。可以说曾国藩最后郁郁而终是死在什么上？天津教案上。1870年的时候，天津呢有一个信奉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国教民，名字叫武兰珍，他19岁，他跟迷药是拐卖儿童，被这官府抓起来了。当时天津的知府叫张光照，知县呢叫刘光，审他。这人胡说八道说什么呢？说我呀是受了那个法国天主教堂那个仁慈教堂的一个教民叫王三儿，也中国人，他呢诱惑我，给我钱让我干这事儿，然后让我把儿童妇女拐他那儿去，给儿童剖眼挖心，当做这个是手术器官，完了把这个女的弄进去就给奸污了。其实这武兰珍胡说八道，可是呢为了核实这个事儿呢，天津的这个知府知县就跑到教堂那儿问这王三哪儿去了，抓出来问他。这种无中生有的事儿呢，教堂的这大主教，法国有个主教，根本也没把你这个知县什么知府放在眼里啊。这个语言冲突过程当中呢，这法国这个主教就开枪了，一下子把这个天津知县刘光的一个随从叫高升给打死了。结果这下子老百姓不干了，呼啦围上来。平常他们有看不惯洋人的，这就动上手了，把这法国这个主教给打死了，把他的秘书也给打死了。然后这个事儿闹大了，搂不住了，就把天津望海楼教堂啊什么，反正是烧了不少教堂，不光是法国教堂，其他英国呀、德国涉及7个国家教堂给烧了。然后沿途见着外国人就给打死，打死不少外国人。这个事儿闹大了，人家7个国家抗议了，7个国家的海军舰队都派来这个军舰了，
就在塘沽口那列队，你清朝处理不好这个事儿，我们就收拾你。因为这个事儿确实中国的暴民不占理呀，这个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呼声很高，很盲目，像义和团似的打倒洋人，怎么的。因为有的时候老百姓啊，他不能正确的分辨这里到底怎么回事。这种企业上来讲，你是诬陷人，后来发生冲突了，可老百姓不干呢，跟洋人干到底，他有这情绪。士大夫阶层呢，就觉得这个事儿呢，一方面不能得罪洋人，另外一方面也得考虑老百姓呼声。这么为难的情况下，清廷也左右为难，怎么办？皇上惹不起洋人，但又不能直接服软，显得天朝大国太软。这时候把曾国藩请出处理。曾国藩也知道这事儿太难处理，就是处理好了也没人感谢，处理不好大伙儿都得骂他。所以曾国藩走之前就写了遗嘱搁家里。你想这么难的事儿，曾国藩愿意挑到监人，了不起曾国藩。最后曾国藩呢，把这个知府张光造、知县刘光俩人革职发配从军，把参与打人的、打死人的中国暴民抓了20个人判死刑，29个人流放，然后给这个死亡的外国人呢抚恤金呢是49万7千两白银，然后派人到法国道歉呢，双方修好。这个本来是可以说曾国藩已经把我们的损失降到一定程度了，苦口婆心的，因为曾国藩很清楚一个事儿，经过2次鸦片战争，咱打不过老外，人家真要攻进来清朝，可能就土崩瓦解了。你要维护这个，给咱们争取时间，搞个洋务运动，咱能起来。曾国藩对外是委曲求和，但是从这个事儿来讲，不委屈，咱确实理会。可是当时有不少老百姓不理解这个事儿，朝廷呢为了表现自己要争取民心，也好像表示对曾国藩怀疑似的。其实朝廷内部人这个事情非曾国藩不能处理，处理到这种程度已经很圆满了。可是曾国藩这时候要夹在朝廷和洋人之间当个替罪羊。曾国藩这事处理之后，心理上受到很大打击。说实在，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很多人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有一种极左的思维，翻开历史，只要是跟外国签合约的，就是卖国贼，就是汉奸，完全不考虑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以我们从对曾国藩的认识也能看出，左的思维在中国人里头阴魂不散。我们不是说在这个时候过多的推崇曾国藩，曾国藩确实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他独到的地方，也有他在人格上能完全立得住的地方。可以说曾国藩的人格不知道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贪官要高尚多少。所以我们回头理清曾国藩一生脉络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种大历史环境之下，曾国藩几乎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有一些他改变不了，当时孱弱的清政府那是没有办法。以曾国藩这样的才能，如果换一个朝代的话，换一个太平盛世的话，指不定他还有多大的作为。那么这一点呢，也被我们后来的领袖人物认可。我们刚才说范文澜，历史学家大骂曾国藩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在1967年范文澜老师呢病重的时候，毛泽东派秘书呢到医院看范文澜，给范文澜留下个纸条，上面写2条：第一，范先生好好保重身体养；第二个，您的中国通史下卷什么时候写完呢？我建议你在对曾国藩的评价上好好商榷商榷。想一想，这个纸条是不是意味深长呢？我们从这期开始啊，将连续用几期的篇幅向大家介绍一下波谲云诡的晚清4大奇案。这4大奇案当中呢，咱不少朋友对这个张文祥刺马呀、杨岳楼冤案、太原奇案呢，可能了解不多。但是对于今天我要先说这个杨乃武与小白菜，可能很多朋友都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啊，咱们拍过这么一个电视剧，名字就叫《杨乃武与小白菜》。很多朋友还记得当时演那个小白菜的女演员叫陶慧敏，也是在电影版《红楼梦》里头演林黛玉那个，挺漂亮。所以有不少观众当时记着这个事儿。而很多朋友了解到的杨乃武小白菜呢，
都是两个人呢没有奸情，却被江南一带的贪官屈打成招。最后幸亏是朝廷3次会审，把这案子给翻过来了。这个电视剧大致的情节呀，和历史上真实的杨乃武小白菜案子呢差不了太多，可是细节的地方，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文艺作品难免经过很多演绎。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历史上真实的杨乃武小白菜这个奇案给大伙说说。它奇在哪儿呢？得先说呀，这个案子发案的地方在杭州余杭县。那么在余杭县里边有这么一户人家，小门小户，两口子，男的呢叫葛品莲，给人家豆腐店里打工，就是个普通底层劳动人民小伙计。他娶这媳妇不错，他媳妇名字叫毕秀姑，哎，年纪轻轻，人长得很漂亮，可有个外号叫小白菜。大伙注意，小白菜叫毕秀姑，姓毕。这为什么给他起名叫小白菜呢？因为这个毕秀姑啊，经常愿意穿白色的上衣、绿色的裤子。你看白绿是不是像白菜似的？而且人长得也水灵，就这么的，人送外号小白菜。其实也等于鲁迅笔下呢豆腐西施，她老公做豆腐的嘛，人漂亮。你注意，这人叫小白菜，说明长得水灵好看；要叫小茄子、小黄瓜、小豆芽，那就好看不了哪儿去了。正是因为这小白菜好看，才引发了后来这些连环套的奇案。咱们再把话说回来，这葛品莲在豆腐店给人打工，有这么一天呢，他干活的过程当中觉得胸闷的厉害，不舒服，就跟东家请假了，我回家。回到家以后啊，还大发了，哎，闷的厉害，有时候都要昏过去了，这怎么办呢？赶紧请大夫，大夫来把脉，刷刷点点，开个方子抓药，把这药抓回来呢，煎好了喝下去。哎，这药的效果很明显，怎么明显呢？一个晚上之后就死了。那这也叫明显，这不知道是这病厉害，还是这药不对症。把第二天早晨再一摸，这人就了，死了。这个事家里头都乱了，这个尸体在这放着好好的，第二天人再打开这白单再看这个尸体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死了的葛品莲居然口鼻出血。你这就奇怪了，人死了照理说咱叫一了百了，身体机能基本都停止了，怎么还能流血呢？哎，他干妈许氏啊见多识广，说我可听说了，这个人要是中毒死的，七窍流血，这难道我干儿子葛品莲是中毒死的？是有人给他下了药不成吗？谁给下的呢？人家大夫不能干这事啊！想来想去，从他有病一直到死这过程，只有他老婆小白菜毕秀姑在床前。这不用问呢，要下毒也是这个忤逆的儿媳给下的。所以当时这许氏就决定告官。小白菜当然也那得告官呢，这我不白之冤，我没干这事，我怎么谋杀亲夫呢？哎，就这么着，到这个余杭县县太爷那儿击鼓鸣冤。这个县太爷呢都70了，叫刘希同，人老头一听这事儿呢，你别看岁数大，挺勤快，我看看去，我看看去，看看去，带着身边人就来了，带了2个人。首先呢，他得带一个仵作。什么叫仵作呢？就咱们现在说法医，这法医叫沈祥，他带着。同时他又带着个随从，这随从小伙子20多岁，叫沈彩全，挺机灵。过去断是不是毒死的？怎么断？有根银针插到死者的这个哽嗓咽喉里，隔一会儿再拔出来。如果这个银针黑了，那说明是毒死的。那这有没有科学根据呢？有。因为这个银针呢，碰上硫化物，就咱现代化学说什么二氧化硫之类的，它会发黑。过去毒死人大多数时候用的是砒霜啊、鹤顶红之类的，这类东西里头它有一定的化学成分，有硫在里边，所以碰到银针
银针发黑，这个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当时的仵作就根据这个来算是不是中毒死的。所以这仵作沈祥呢，把银针拿出来，插到梗嗓咽，一会儿查一看，是黑。可是黑是黑了，这个沈祥心里头啊有点疑问，什么疑问呢？如果是砒霜中毒死，咱们叫七窍流血。七窍是哪七窍呢？俩鼻子孔，俩眼睛，这4个，一个嘴5个，俩耳朵7个眼，这为七窍。七窍流血应该是你把他眼皮打开，眼睛里也出血，耳朵里头也有血，这是砒霜死的正常症状。怎么只有口鼻流血，那几窍没流血呢？他怀疑这不像是砒霜中毒死的，不定什么原因。可是这银针呢也是黑的，他这个时候呢，沈祥就打算再验2次，怎么验呢？得搁皂角水，就咱们现在说胰子，反复的洗这银针。如果洗不掉这黑色，这说明真是中毒。他准备着皂角水，准备再验一遍呢。可这时候出了个人捣乱，谁捣乱呢？就刚才我们说带那个家丁沈彩泉的小伙子，也到这个葛品莲这尸首这儿验了一下。你看这个黑了，确实黑了，这肯定砒霜中毒。这沈祥心里不乐意，意思你个业余的，你跟我专业干什么？你抢我饭碗的。这沈祥说：“哎呀，你说的不对，这不见得是砒霜弄死的。”沈彩泉怎么不是？老爷，你看断案多少年，这怎么不是砒霜弄死的？俩人就为这事吵起来了，10个不服8个不忿的。结果这一吵啊，这沈祥呢就忘了这茬了，忘了用这个皂角水清洗银针再试试。俩人正这样抬杠呢，这大老爷听他俩抬杠也来气，刘老爷听是都给我带回去。连着葛品莲的尸首，带着这许氏，带着小白菜，全回到衙门了。回到衙门，这个刘老爷就没再问法医这个事儿，为什么呢？他心里早就有谱了，因为他有耳闻。怎么有耳闻呢？一个县城里住着这么小个范围，低头不见抬头见，张一长李一短，仨蛤蟆5个眼，有事儿啊都能传到别人耳朵里。这个刘老爷前些天就听说一个事儿，说这个呀小白菜长得漂亮，全县都知道啊。说这小白菜跟当地一个举人杨乃武老爷俩人好像有奸情。哎，这刘老爷刚听说他俩人可能有奸情，哎，我要把小白菜的本主亲夫死了，所以这个刘喜同老爷先入为主，就想这个事儿啊，准是这小白菜跟杨乃武通奸，二人恋奸情热，本主从中阻拦。那好，那我对不起，我得把你弄死。这就像咱说那武大郎喝药，吃也是死，不喝也得死一样。所以这刘希同在心里边已经先入为主，甭管别的，把小白菜叫上来，你说是不是你谋杀亲夫？小白菜我没干这事儿，大老爷我冤呐。冤不行，你既然不肯招，来给我上刑。那么说这杨乃武是何许人也呢？咱得说一嘴，这杨乃武啊是小白菜他们家的房东。杨乃武在当地呢有势力，考上了举人，那举人不得了了，当时就举人叫天子门生，比秀才他们高一大格嘛。在当地有点钱有势力，家里有好多房子，占着房子躺着地，就有这么一间房空着呀，租给了葛品莲、毕秀姑，就小白菜他们2口子，你们住着。这葛品莲呢出去给豆腐店打工，小白菜在家呢干嘛呢？正好闲着也闲着，自个儿家这点事干完了呢，就帮着杨乃武家呀拾掇院子呀，洗衣服什么的。杨乃武呢有个老婆，家里头那个过得也挺和气挺好，也把这小白菜呢当成自个儿家人。哎，这丫头不仅长得漂亮，人也挺好，有时候也不大避讳，长一口短一口的，吃个饭了就叫小白菜过来，一家在一个桌上吃。有时候杨乃武他有文化，举人呢还教小白菜，认个字啊，读个经世子集什么的。这一来二去呢，外头就有了闲话了。有人说这杨乃武跟小白菜俩人眉来眼去，没想到过一阵呢，杨乃武那老婆死了。虽然死了之后呢，杨乃武又续弦，又娶了一房。
可这事儿有些长舌妇就嚼舌头了，哎，他老婆不怎么死的。所以这个风言风语啊，在余杭县早就传开了。这个刘锡同大老爷听的就这些事儿，所以他心里他认为准那么回事儿，赶紧把杨乃武给我叫来。说叫来不怕他不招啊，不承认上刑吗？对杨乃武给我用刑。杨乃武受不了了，也屈打成招。成招是成招了，你这得有个准确的证据链啊。哎，你说你这个谋杀亲夫，葛品莲死了，什么毒死的？砒霜，砒霜哪儿来的？得问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案子在余杭县又交到上头复审，交到杭州知府陈鲁这块。这陈鲁这刚才我们说了，本身他呢是个武官出身，这个武官看读书人有时候就来气，酸文假诉的一天怎么的？一看怎么下边问出口供来了，那得接着追呀。这证据链不完整啊，接着对杨乃武用刑。你说砒霜怎么来的？杨乃武没办法，胡说八道啊！我这个我到杭州办事儿，然后回余杭，半道上呢经过个小镇子苍前镇，苍前镇上呢我有个朋友开个药店叫爱仁堂药店，我从他那拿的。你朋友谁呀？那个店的老板叫钱宝生啊。好，都记下来，都记下来。然后打发人把这钱宝生叫来，重要的证人来到苍前镇爱仁堂药店。刘锡同大老爷自己亲自来的，找到这个钱宝生，说你跟这个杨乃武认识吗？啊，认识。你卖给他砒霜了吗？我说哪有砒霜？我从来不卖那玩意儿。怎么着？你没卖过砒霜？没卖给杨乃武砒霜？那可不行。你没卖过他砒霜的砒霜哪儿来的？他真没得到这个，我成冤枉他了。那可不行，我可没冤枉他。你必须得卖，你必须给我卖给杨乃武砒霜。这么一弄，这钱路明也没办法，刘锡同大老爷是威逼利诱，把他给带回来了。这钱路明也没扛住，行，我什么时候卖了几两砒霜给他，收了多少钱，反正胡说八道，最后换押，这等于做了伪证。咱们有的朋友知道杨乃武小白菜案子一审3年半，这钱路明就在这里待了3年半，后来还死到这里头了，这也算是一个做伪证的下场，他没扛得住。就这么着，这一下子证据链都完整了。你甭管是屈打成招啊，冤假错案的，做伪证啊，反正把这证据链凑齐了。凑齐了，杭州知府这就批了。怎么批的呢？小白菜谋杀亲夫，罪无可恕，判凌迟处死。杨乃武通奸也属合谋，判秋后问斩。说这个杀人，说咱们总听说一判谁死刑秋后问斩，怎么个秋后呢？中国古人很迷信，春夏秋冬，春万物生长，夏万物茂盛达到顶峰，秋天天气肃杀，一切归于沉寂，这个时候是万物生命萧条的时候。所以说杀人这样的事儿应该搁到秋天，所以咱们一听都秋后问斩嘛，把他俩判秋天这时候再杀掉。那这凌迟就更惨，凌迟是什么？就活剐。凌迟一般大清时候判108刀，也有的叫千刀万剐的，1000多刀。你想那不活受罪吗？所以你想想，判小白菜凌迟，这够惨的了。杨乃武秋后问斩，关键2个人是冤枉的，结果就这么着，这案子就等着到秋天的时候再批。翻过这案子来，这里头有重要的因素不能不提。第一个是媒体介入，有人说那会儿还媒体有，上海有一家大报纸叫《申报》，英国人办的。这个《申报》当时呢，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一块，在上海普及一些法律基本知识什么的，他做了挺大贡献。杨乃武这案子一开始他们就介入了，就有记者过来找来报道，因为这里头呢漏洞非常多，所有的口供都是刑讯逼供带来的，后边的证据链条并不完整，硬给捏合到一块儿，所以《申报》花了挺大力气报道这案子。这案子一下子，那杭州离上海多近，迅速之间在江南一带就传开了。就我们现在说，这个媒体介入把影响弄大了。
这一弄大了，就有更多人关注，朝廷就有些人呢对这个事儿议论纷纷。上边知道不行，民不举，官不究，底下有人不断折腾。谁折腾？杨乃武的姐姐和杨乃武续弦这老婆。那会儿啊，女人不能直接上来告的。一开始用什么方式？他续弦这老婆抱着杨乃武的儿子，你看儿子替父亲鸣冤嘛，但是他自个儿来不了，小啊，我得抱着他，这叫报告，在底下喊冤。但是当时地方是起了点波澜，没惊动上边。真正惊动上边，杨乃武他姐姐杨居贞。杨居贞不死心，一而再再而三，我一定要替我弟弟翻案，我弟弟不能这么就死了。后来杨乃武在监狱里都放弃希望，算了，我死了得了，我也不告了，翻不了案。杨居贞劝他不要放弃信心，给他把纸抽着带进来，笔带进来，一样写状，姐姐替你告你。说屋里也没有桌子，我怎么写呀？杨居贞趴到这个地上，你就在姐姐背上写吧。就这么着，杨乃武写了状子，杨居贞托人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告。就这么几件事机缘巧合凑到一块儿，朝廷总有议论这个。慈禧老佛爷一听这事儿，想必是有冤情啊，发回重审，重审一次维持原判，再发回重审，再维持原判，过一阵又不消停，再维持原判。说这期间杨乃武小白菜不得被处死。哎，这个秋后问斩就有这好处，你得等到秋天了要斩你的时候，这案子重审了，即使审完维持原判，也得等到第二年秋天。所以就这么一拖再拖，拖了3年半。说怎么7次发回重审还是维持原判呢？有这么大疑点。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浙江省啊，就杭州、余杭这些人当官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说我判了一个这个人死刑，到你这给推翻了，面子上不好看，官官相护，所以也没人愿意顶着雷当着冤大头得罪这人，所以每回都是维持原判。最后慈禧老佛爷怒了，这么个破案子，江南一带这些官员这都什么水平？算了，弄到北京来审了。三司会审，小小的一个民女一个举人能弄这么大动静，这以前没有。所以为啥说这案子是奇案呢？这三司会审有个最要紧的，得从证据链这弄啊。说你说买砒霜，他下边可喊冤，说那钱路明也不叫钱宝生，人也没卖个砒霜，来把这个重要的证人给我提过来。结果刘锡同一说，把上边这个大理寺的正主给气的。刘锡同说什么？对不起，他来不了了。怎么？他死监狱里了，关3年半，他有病，在监狱里死了。你说这么重要的证人没了，那只剩下一个证据了，什么？葛品莲的尸体。那个时候那尸体没有什么福尔马林泡着，也没有什么冷冻的，其实早就烂了，就剩下一副骨头了。那好，那也得拿来装棺材里头，800里加急一战，往北京来。每到一处加封条，谁也不能动，因为证据你不能碰啊。你谁给改了怎么办呢？弄到北京来，请最高级别的法医仵作来给看。据说请的是老外，这老外一检查，烂的都剩骨头了，怎么办呢？说要是砒霜中毒而死，他骨头发黑，浑身上下检查每个地方的骨头都没有发黑，说明这个不是中毒死的。这法医也有很深厚的医学功底，他讲他口鼻流血呀，是身体有隐疾，刺激的肠胃这块呢，在死了之后呢，这个血液存到这儿淤出来了，否则的话要中毒死，这个耳朵眼睛它也得有血。所以最终得出结论，这个葛品莲呢是热症，就搁我们现在来说，类似肺结核啊，什么这个肾小球出血呀，类似这个病，所以得了疾病死，再加上治的那药不对症，所以这么一来，杨乃武小白菜沉冤得雪。你这3年半大狱做的，这2个人也是饱经沧桑。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儿过去也算是杨乃武小白菜沉冤得雪。后来这杨乃武呢，案子审完以后回到家了，也没功名了，怎么办呢？这个申报算是他救命恩人呢，杨乃武也能写点字写个文章，就到申报干。说现在说就是编辑或者专栏作家干这个，一直活到73岁才死。小白菜呢无依无靠了，
梁家没人了，没办法出家为尼，到1930年才圆寂。那时候《申报》还给他做了报道呢，也活了70多岁。所以这个案子今天我给大伙说完了，你看跟你看到的电视剧里头是不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案子奇，我刚才说奇就奇在第一，错漏百出，证词什么的都有漏洞，可是居然能定罪，这是第一奇。第二奇在于什么呢？居然能惊动到北京，一直到3堂会审，7次发回重审，还都维持原判，最后居然翻过来了。所以这2起就决定了，在民国年间这个案子在全国范围引起的轰动非常大。那时候通信虽然不发达，可是举国上下几乎尽人皆知。所以咱们90年代才拍了这杨乃武小白菜，因为这个故事流传的实在是范围太广了。